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前两期咱们一直在聊盐矿洞穴，很多朋友留言问为什么盐矿可以治疗呼吸道疾病。今天咱们再结合几个医疗盐矿，仔细讲一讲洞穴医疗那些事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随之而来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健康长寿、保健疗养、休闲旅游、享受大自然等就成了现代社会人们新的诉求。因此，以保健、医疗、旅游为一体的洞穴医疗应运而生。洞穴医疗是指通过利用洞穴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能，使病患者进洞后身体逐渐得到康复的一种医疗方式。洞穴医疗始发于欧洲，20世纪90年代，广西柳州响水岩就尝试建立了我国首家洞穴医疗站。洞穴医疗主要有喀斯特洞穴、盐矿洞穴和放射性热洞。最早的洞穴医疗出现得很偶然，人们发现当哮喘病患者在洞内停留较长时间以后，呼吸困难、咳嗽和痰多等症状都会得到减缓，患者不仅减少了服药量，而且身体康复效果明显。二战时，德国安提帕图市的居民一直使用天然的克鲁特喀斯特洞穴作为防空洞，结果长时间停留在该洞中的哮喘病患者的康复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盐矿洞穴的医疗活动最早发生在1843年，波兰医生波奇考斯基对维耶利奇盐矿洞穴中矿工很少罹患肺结核或呼吸系统疾病的现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空气中饱和的盐粒是主要的治疗因素。后来东欧一些国家也相继对当地的人工盐矿洞穴进行开发。由于盐矿洞穴内部微气候条件不易控制，直到1982年，人们利用宇航空气调节技术成功构建出可调控微气候的盐疗室，在国内通常被称为气溶胶盐疗法。在欧洲，洞穴医疗比较发达的有奥地利、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科学家们在罗马尼亚的图尔达、卡奇卡等地的盐矿洞穴中对哮喘老鼠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老鼠的哮喘疾病得到了有效抑制。如今许多国家将洞穴医疗和洞穴休闲娱乐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洞穴医疗旅游活动，比如斯洛伐克的比斯特连斯卡溶洞、波兰的维耶利奇卡岩洞等，每年都可接待数百万游客。接下来咱们总结一下罗马尼亚几座著名的盐矿洞穴。普莱德盐矿洞穴距离地面120米深，拥有儿童游乐场、创意和娱乐场所、普什教堂、咖啡厅、3D 电影院和天然药店。由于拥有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和旅游设备，每年接待的患者超过1万人。斯勒尼克盐矿由于空气纯净，许多游客都是奔着它的治疗效果而来。在盐矿中还设置有肺癌患者的疗愈专区。卡奇卡盐矿是纯手工挖掘的盐矿，圣瓦尔瓦拉教堂是矿工们的守护神。距离盐矿250米远还有一个带有盐水的游泳池，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本期视频前半段的那些运动场景则都是出自于特尔古奥克纳盐矿。1992年12月3日，欧洲第一个地下东正教教堂在此建成。从2005年7月11日起，特尔古奥克纳盐矿的焦点开始集中在盐矿的第9层，一个全新现代的旅游和娱乐基地开始运营。这个位置深240米，占地13000平方米，为放松休闲和医疗康复提供了最佳条件。加上之前聊过的图尔达盐矿和大盐矿镇，罗马尼亚6座著名的盐矿咱们都已经介绍完了。洞穴医疗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伴随着地质学、环境学、化学、医学和旅游学等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出现。洞穴医疗旅游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趋势越来越紧密，得以应运而生。全球医疗旅游人数从上世纪80年代每年不足万人，上升到目前每年数百万人以上，其每年产生的价值在400亿美元左右，并仍以年30%的幅度快速增长。平时大家常说寓教于乐，如今的洞穴医疗旅游则更精准地描绘出了一个新词：寓医娱乐。以上这些就是从岩洞旅游中引申出来的洞穴医疗旅游。怎么样，你明白了吗？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